一個政策如何毀掉大馬超跑天堂？大家早上好，我們現在一家4口在蘭高威開着我租的這一台 Suzuki Jimny 5 Door， 剛好是小孩子學校假期，我也帶他們來蘭高威這邊，因為我們不想去太近，又不想去太遠，也不太想出國，於是就決定來到了蘭高威。那說起蘭高威啊，近期就不少觀眾就留言問我，現在蘭高威買車還可以免稅嗎？現在蘭高威的免稅政策是怎樣子？好像政府不再繼續實行這個東西。那因為其實蘭高威的免稅島的地位啊，其實比你想象中還要來得久遠。從1987年，蘭高威就被當時候的首相敦馬哈迪當時候還不是敦啊，就封為這個免稅島的地位。然後這個蘭高威Duty Free Island 的地位就持續了39年，我講是針對汽車，直到2025年，現任首相安華呢就宣布在2026年的財政預算案當中，這個政策，這個39年汽車免稅的政策正式走入歷史。OK， 所以從2020年1月1號之後，只有30萬馬幣以下的車子在蘭高威買車可以享有免稅的地位。免什麼稅？免 Excise Duty， 免 Import Duty， 免 SST， 3免，全免。但是我們都知道，對於超跑來講啊，超跑的價格通常都是690千馬幣或者800千馬幣以上。打個比方，現在我們買一台法拉利來講，它可能免稅之前是150萬，so 150萬被 tax 之後，它會去到300萬以上。所以呢，就延伸出了有在蘭高威合法避稅的這一條產業鏈。那打個比方，我現在開着的這一台 Suzuki Jimny 5 Door 呢，在半島的售價要從199,950塊起，但是在蘭高威呢，只要從125,000起。然後 Jimny 3 Door 呢，在半島是158,950塊，但是在蘭高威官方銷售是只要115,000。但是問題來了，在蘭高威購買的車子只可以在蘭高威駕嗎？ No， 因為在蘭高威買車子呢，你一年可以把它車子送去半島90天。因為官方規定呢，在一個 calendar year 裡面，就從1月1號到12月31號，你可以讓車子離開蘭高威，但是不能夠超過90天。然後每一次離開蘭高威不能夠超過30天，所以理論上，如果你要享受這90天離開蘭高威，你必須要把它往返蘭高威3次。所以一年365天裡面有90天你可以讓它離開蘭高威，但是當這些超跑要離開蘭高威的時候，你不是直接拿出去這麼簡單，你要給一個 bank guarantee， 就是說你要把那個 tax 稅金壓在這個 custom。所以如果你沒有按時、沒有定期把車子送回來蘭高威，這個 custom 可以沒收你的 bank guarantee。但是後來政府又發現到很多人逾期逗留，就讓到政府現在是一刀切，不能夠。那我相信对大部分的老百姓來講，对他們可能不痛不癢，沒有關係嘛，反正這看似是只是影響馬來西亞1% 的頂級富豪，跟老百姓的生活沒有關係。但事實上又好像不是這樣子。那特別是我從事這個你知道嗎，汽車媒體行業啊，我經常都要跟這一些車商或者是汽車相關產業的朋友聊天，他們就告訴我啊，從2026年1月1號到現在，這個生意真的是暴跌。OK， 從酒店、餐飲，特別是高消費的這些地方，因為當大家沒有辦法註冊蘭高威的時候，他們就會減少來蘭高威的次數，他們就會減少在蘭高威酒店消費的次數，他們就會減少運輸費、交通費等等。因為政府的 logic 是這樣子，現在我買一台法拉利是從250萬馬幣起嘛，所以如果 tax 完之後要 tax 到大概我看500-600萬馬幣，所以政府的 idea 就是講說 OK， 這些人不應該利用這種合法避稅的方式，你應該要給多250萬。所以理論上本來有100個人買法拉利，100個人都註冊在蘭高威，那現在這100個人買法拉利之後，這100個人都會交稅。但我們可以從1月1號到現在看得到 ，no， 根本就不是這一回事。他直接不要買，或者他買二手的，他買平行進口的等等。所以呢，這個政策一下來之後，
它政府的稅可能沒有拿到更多，反而流失了很多的生意，特別是針對蘭高威這個地方啦。但是30萬馬幣以下的這個還是可以買啦，但是就它跟這些5星級酒店、這些頂級餐廳，然後整個產業鏈的相關工作者，我還不要講蘭高威本身啊，因為你知道在馬來西亞，我們講超跑品牌啦，蠻多一下的，我們講 Ferrari、Lamborghini、McLaren、Aston Martin、Bentley、Rolls-Royce 等等，所以這些頂級或者超豪華、超奢華、超級跑車品牌呢，他們的 showroom 都要你知道嗎？給租金，然後他們的 after sales service，技術人員等等，涉及的人數是相當龐大的一個數額啦。所以據我所知，這些公司已經面臨着要關門大吉的這個窘境了啦。因為蘭高威的這個政策嘛，它畢竟不是一個實行不久，它實行了39年 ，OK， 所以這個39年的東西一下子被抽掉之後啊，這個東西不叫陣痛啊，這個叫劇痛啊。疼痛欲裂的那個，那你說老百姓會不會支持這個政策呢？就要看了 ，OK， 因為它不完全是說一面倒这個政策，当然有人喜歡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對，尤其是這種具有爭議性的政策啦。那我個人是這麼覺得，我覺得你可以限制，就比如說你還一部分的 tax，OK， 我相信對於買超跑的朋友來講，他們還是相當願意去承擔一些稅務的。但是你從可以變成不可以，當然關於蘭高威是不是應該延續或者應該恢復，讓頂級富豪們在這邊買免稅跑車，然後再給 bank guarantee 1年90天，然後等了第2年、第3年、第4年車子貶值之後，再付比較低的稅務，把車子送回去半島這樣子，這個政策也歡迎大家來討論啦。反正我這次是來旅行了，就順便跟大家聊一下這個話題。然後我們現在準備要從這個我們的酒店，就是 Westin， 開去這個丹中路，因為我帶小孩子去坐船，坐3個小時的船，然後我們會經過去欣賞一下蘭高威的這個自然風景啦。所以我們現在就慢慢的開着我們租的這一台 Suzuki Jimny 5-door， 是的，我非常熟悉的一台車子，既熟悉又陌生，因為我們家開的是 Suzuki Jimny Sierra， 也就是 3-door 的，这個是 5-door 的，多了2個車門，可以載更多 luggage， 可以載更多行李這樣子。然後我們還有11公里就到了這個 Jalan Tanjung Ru，Let's go。我們租的 Jimny 是 5-door， 但我們自己買的是 3-door， 所以空間比較大，後車廂也比較大，裝得下行李。蘭高威有什麼好玩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是清澈的海水，還有5星級酒店。但對我個人來講啊，對岸的泰國、東馬的沙巴，在性價比方面可以說是完勝蘭高威。那小時候我覺得蘭高威就是一個買 chocolate 便宜的地方，但有一次車上安排了 UNESCO Johor Park 的生態之旅，我就開始對蘭高威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。身為東南亞第一座 UNESCO Johor Park 啊，這裡真正厲害的根本就不是什麼人造景點，而是那種很原始的自然力量。當船慢慢開進紅樹林的時候啊，那個顏色的變化真的很神奇。在外海是那種很開闊的大海藍，那你開進去一點點就會變成了翡翠綠，到了最裡面呢，水跟旁邊密密麻麻的樹遮在一起，看起來就是很深的墨綠色。但很多人不知道啊，甚至很多馬來西亞人自己都不知道，這種看似平凡的紅樹林，其實就像是自然界的 AI。它有一套超強的自我調節系統，能夠精準的計算，然後過濾掉海水裡面過多的鹽分，自我淨化水質，甚至像演算法一樣啊，懂得根據潮汐跟環境變化來調整根系的生長結構，去防風固碳。那這個時候，如果你抬頭呢，就能夠看得到無數的老鷹在紅樹林上空盤旋。老鷹馬來文叫赫浪，浪也就是蘭高威的由來。那轉個彎進去看到蝙蝠洞啊，裡面暗暗潮濕的，你一抬頭上面全部都是蝙蝠，有一點恐怖，好像 Batman 這樣子，但它真的是原始到不行。我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看到這麼多蝙蝠，但是
不要吃它了。那当然，这裡的猴子也很有意思啊。蘭高威到處都是猴子，但這邊的猴子會游泳。但最神奇的就是呢，他們絕對不過河。那條河就像是一件看不見的分界線，不管對面有什麼，他們到了自然邊界就會自動停下。那帶小孩子來這種地方啊，比去什麼 theme park、去什麼遊樂園好太多了。帶他們來這邊，用眼睛去看顏色的變化。用耳朵聽老鷹拍翅膀跟蝙蝠洞的聲音，去用身體感受海風跟泥味。看到猴子那種會游泳不過河的堅持，小孩子也會潛移默化的感覺到，原來世界上很多東西都是有界限、有規律的。自由歸自由，但界限可以給人一種安心感。這種真實的感官體驗，對小孩子的心智成長來講，是任何熒幕都給不了的滋潤。不過我們現實一點講啊，如果要保護這片古老的生態，背後還是要有一套能夠運轉的商業模式。那這種生態之旅能夠吸引的，其實我們都看得到，多半是外國遊客。而外國遊客的消費太容易受到大環境的影響，像是從7月1號開始呢，Inigo 就宣布暫停飛往蘭高威3個月，諸如此類的事情，我們已經看了非常多遍。那本地很多頂級富豪會因為免稅政策把鈔票留在蘭高威，這無形中就形成了島上最長期的穩定飯票，撐起了島上的產業鏈。有了這些經濟底氣啊，這片 UNESCO Jurong Park 才可以不用急着開發賺錢，這座充滿智慧的自然課堂才能夠繼續好好的留給我們的下一代。那這是蘭高威教會我的事情，這也是蘭高威教會我跟孩子們的事情。所以我覺得這個體驗是蠻好的，因為我們報了一個3個小時的團，share boat 啦，就坐在船裡面，然後那個船是在紅樹林沼澤的時候就開得相對比較慢，然後出到公海大海的時候，哇，就是一路狂飆，然後也很bumpy，然後這個體驗也是 OK 的，因為剛好我們要結束之前又下了雨，所以天氣就算 OK， 又有風，然後又不會說太炎熱這樣子。所以我覺得這個是，如果你一家大小來到蘭高威，可以花這個時間，可以花這個3個人不到300塊吧 ，OK。所以很多時候蘭高威的這個紅樹林的這個生態之旅啊，搞不好是很多外國遊客來過，可是本地人沒有來過。馬來西亞人可能你知道嗎？不會去這些地方啦，我們都會去泰國，可能去你知道嗎？很多很美的島。所以我們就繼續在這邊度過我們的這個4天3夜的school holiday family trip。Let's go！ 大家好，我們吃了早餐，我們再去游泳，游完泳了，我們去吃午餐，吃完了午餐，我們去 Usuki Jimny 的店，還有過後我們就去那個很美的沙灘。還有我們過後就去點心店哦，然後我們就回老家休息一下，我們又去游泳，游完泳了，我們去吃晚餐。